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是4月14号，现在正是桑葚成熟的季节，每天都能吃到新鲜成熟的桑葚果子。今天想来回答去年8月19号的一个问题：桑葚修剪错过了最佳时间怎么办？我前面有视频说，修剪桑葚的最佳时间在我们这是5月初。有网友在8月份的时候问我，他现在才看到我的视频，现在8月份修剪是否太晚了呢？理论上来说是有点太晚了，但是当时为了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，我特别把我这个桑葚在8月份剪了一个枝子，然后来做实验。今天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桑葚结果的时间来回看8月份修剪与正常5月份修剪有什么区别。我们先回看一下去年8月19号那个视频的一个小片段。那这个桑葚是正在生长的初期，我们有打算说让它明年结多少果子，所以你看这个长得很高的枝条。那现在呢，我可以来剪掉一个枝条去，牺牲掉一个枝条，我们看看后面我们再来追踪这个效果。那具体我要剪的呢就是这个枝条，就是这一根枝条。好，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晰的话，因为阳光在这边。这个树大概现在有3、5个主枝，我就把其中的一个主枝，我用了一个红线，在这里做一个记号，我准备把它剪掉，然后我们明年再来观察，看看刚才这种理论上是不是成立，从它上面第一发不发新枝，第二发出来的新枝是不是足够老化，然后成为明年的结果子。再看一看3个月之后，也就是11月19号，在入冬之前，经过3个月的生长，这个8月19号新生长的枝条是什么状况？也把它和5月9号修剪的那些枝条做一个对比。现在我们看这3个月过去之后，是刺激它在剪口下面，在这个剪口下面是有刺激它长新枝，长了1个、2个、3个，还有一些比较小的。但是我们看这些新枝呢，都不到1尺长，所以我觉得也很细。基本上可以判断，这个可能明年再靠这个新枝上面的一些桑葚，可能有点够呛。那么明年我们再更新吧。By the way，其他的桑葚，像这个桑葚是5月9号就剪的，5月9号剪过的，在这里剪过的，那现在发的新枝都有一个小指头那么粗了，而且有1米多长，3尺多长，这是明年的结果子是肯定没问题的。最后，我们今天来看结果子的情况，因为所有的修剪最后都是以结果子的多少优劣来为定论的。这里就是去年8月19号修剪的枝条，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电线作为标记，去年的剪口在这里，那是经过去年3个月，今年又开春，又经过1、2个月的生长。我们看现在的枝条，我们先看枝条吧。这个枝条是明显的比较嫩，而且叶片的颜色也很嫩，枝条很小，那跟去年修剪的枝条是不能比的啊。去年的枝条叶片都呈老绿色，枝条很粗很丰满，所以这个呢枝条很细。叶色呢，这个叶子的颜色呈嫩绿色，明显显出这个枝条不够老化，
但是我们看上面还是有果子。这是剪口，在这里修剪，在这下面发了有1、2、3、4个枝条，这个没问题，任何修剪都刺激它发新枝条。但是这个果子呢，我们看也结了果子，这果子还是有的，但是果子很小啊，后面也许会长大吧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结论，就是桑葚修剪晚了，那就是不行，枝条不够老化，结的桑葚也很少。正如我们前面视频说的，桑葚的修剪最佳时间，那就是在一结果子之后，啊，在我们这里就是5月上旬。那8月份剪不行，7月份行不行呢？正好我这里还有一个枝条可以做对比，就在这个枝条的旁边，在这里，去年我有个枝条，我在这里是做了嫁接的，嫁接不成功，后来我就让它长出侧枝出来了，所以这个侧枝是去年7月份生长的，就相当于说是7月份修剪吧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上面的枝条，这个枝条现在长的长度还可以，这长度还可以，这长度大概有1米多长。上面也结的有桑葚果子，也有果子，但是这些果子呢，和老枝条上面的果子已经是不能比了。我们看这老枝条，和这老枝条的果子是不能比的。可见7月份剪的也还能结果子，但是呢，它推迟了这个果子的成熟期，当然也就会影响下一个季度的果子生长。上面结的果子的量好像还行，也还能够接受。这个叶片的颜色呢，也没有刚才那个8月份修剪的那么嫩，但是呢，跟前面5月份修剪的叶片的颜色还是要稍微嫩一些。可见7月份修剪就已经有点晚了。那6月份怎么样呢？很遗憾，我没有6月份修剪的可以给大家看，但是我们有5月份修剪的是吧？你看这5月份修剪的这枝条，这个是5月份修剪的枝条，一路过来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假如是6月份修剪，它应该是介于5月份修剪和7月份修剪之间。总体上来说，桑葚修剪应该是在结果子之后，越早越好，这样子给它足够的时间。相当于1年的时间，11个月吧，让桑葚长成足够粗壮、老化的枝条，成为今年的结果子。那至于刚才这些小枝条，这些去年8月份修剪的这些小枝条，今年马上5月份要修剪这棵树的时候，要不要把它剪掉呢？我的建议是不要剪掉，因为这些枝条，现在今年整个生长季节它都要生长，到明年4月份再结果子的时候，这些枝条就是1岁半的枝条了。那这是我下面要谈的一个题目，就是桑葚结果子1岁到2岁这样的枝条都是可以成为结果子的，所以这些枝条我今年就不剪它了。下一个题目我想讲的就是对于幼年的桑葚，你不需要每年都去剪它。幼年桑葚是以培育树形为主。那我这一棵桑葚今年是第3年，所以是3年大的桑葚树。去年在对这棵桑葚进行修剪的时候，我特意做了对比，就是把有一些枝条把它短接，让它发新枝；有些枝条我故意不短接，我想看一看桑葚结果子出了一年生的结果子成为结果子，那2年生的行不行？所以这特意做了这么一个对比。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效果，看对一些枝条短结和不短结有什么区别。先给大家看短结的吧，这是正常操作哈。那像去年在这里，这左边一个枝子，右边一个枝子，那右边枝子我是在这里，做了短结的，
短结之后发出了三个枝子。那正如我们预料的，这3个枝子是去年5月份短结，那到现在是将近1年，所以它们上面成为结果枝，毫无意外，然后结的果子也不错。然后这个左边的这一个枝子呢，我就选择没有短结。你看它今年还是长得很粗，是吧？这个粗壮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和这个一样粗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枝子，所以这个是去年没有短结的，看，所以这个枝条就显得相当长，就一直冲到我这个架子上面去了。那我们看它挂果的情况呢，可以说是相当不错，也是从枝头的顶部，当然那些顶部的枝子因为是在网子的外面被鸟啄了，然后到下面一直都有挂果，而且呢，从这一个2年生的枝条旁边，它又长出了一些小枝条，相当于是1年生的吧。这些小枝条也成为今年的挂果枝。那我这一棵树还有另外类似情况还有好几个，我一共短结和不短结的做了好几组试验。像这个枝子，这个枝子也是没有短结的，你看也是很长，一直到很高的这个位置，而且呢都是挂满了果子，不光是主干上面，这2年生的主干上面挂了果子，而且它旁边生的这个小枝条也都挂满了果子。那从这个试验，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就是桑葚，特别是至少对我这个品种吧，它的结果枝是1年到2年生的枝条都可以成为结果枝的。那这个结论很重要，我个人觉得对住在北边的朋友们，大家想种桑葚的话，刚才这个结论是有参考价值的，因为有网友现在还在问我说，看见我的桑葚都来吃了，都有果子吃了，那他的桑葚还没有开始挂果，那意味着等到他的桑葚到5月份挂果，6月份成熟再修剪，就比我这个要晚1个多月，所以它的剪了之后，它的这个枝条明显就应该不如我这个枝条修剪的早的来的粗壮。那像这种情况，我的建议是，你可以做这样的实验，你可以做像我这样，有的枝条你每年剪一次，有的枝条呢你2年剪一次。基本上我刚才这个实验已经告诉大家，2年生的枝条结桑葚果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你可以在今年剪了之后，明年的枝条假如还不足够大，那就像这样子像这个就是7月份是吧？这个是7月份修剪的枝子，到现在还不足够大，结的桑葚果子也不多。但是你把这根枝条继续留到明年，今年挂完果之后不修剪，到明年它就是2岁了。2岁的枝条它会成为很正常的结果子的，所以这是对于住在北边种桑葚的朋友一个建议，你可以每2年修剪一次桑葚，但是你也不能不修，桑葚不修，完全不修剪，它最后是不怎么挂果的。这个我前面也有视频介绍。今天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探讨第3个话题，就是想比较详细的来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桑葚的修剪应该是在初夏修剪。我2022年5月有一个视频说，桑葚的修剪最佳时间既不是在冬天，也不是在春天。我们知道普通的果树修剪要么就是在冬天，要么在春天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休眠期。但是桑葚它有一个特别，那今天我们看见了，在晚夏或者夏末或者秋天，也就是8、9月份修剪，那是不行的，在我们这来是太晚了一点。如果你剪得晚了，你要等2年，它才会发育成为比较健康的结果子。那为什么冬天和春天也不行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很显然，如果秋天修剪之后发出的新枝都
不够老化成为结果枝。那在春天修剪之后长出来的新枝，当年更不可能成为好的结果枝了。我们来看一看，2022年5月我那个视频的一个小片段，每一个枝子都修剪或者是剪掉了，就是这一早枝子没有剪。那这早枝子今年没结桑葚，这是今年春季在这里剪了一刀，剪了一刀是为了促使它这个树，这也是培育树形了，让它这两只枝子再往外延展。所以这个是今年的春梢，春天的梢子，这也是给大家看，你春天剪枝长的春梢，它是不结桑葚的，所以这个是很新很嫩的枝子。那第二个原因，在冬天和春天我不建议大家修剪的，原因也是很简单的，因为桑葚的结果枝是1到2年的老枝条结果的，那到了春天，它正准备今年的结果了，结果你把它给剪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把去年或前年修剪之后长出来的1到2岁的枝条，你在今年春天，你正好又把它剪掉了。你要是不剪掉，它今年都还会挂果的。所以，这是为什么桑葚修剪不可以在冬天，也不可以在春天。那唯一的一个最好的时间，就是在收果子之后，在我们这里就是5月初。当然，所有这些观察也都是根据你的桑葚品种。我建议大家在采用适当的修剪方法的时候，都先做一个摸索，不要把一棵树全部剪成一个样子。你可以有的1年剪，有的2年剪，做不同方法的处理。好了，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的内容：第一，桑葚修剪晚了是肯定不行的，因为它长出的枝条不够老化，也不够粗壮，虽然能结一点果子，但是结的果子又少又小。第二，幼年的桑葚你不需要每年都剪，你可以2年剪一次。幼年的桑葚主要是以培育树形为目的，不是以结果子为目的的。而且从这一点，我们总结出桑葚的1到2岁的这样的枝条都是结果子，这对北边种桑葚的朋友应该是有一点参考价值。第三，我们分析了为什么桑葚的修剪不可以是在冬天，也不可以是在春天，而且甚至也不能是在秋天，一定是在桑葚收完果子之后，也就是在初夏这个时间段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有丰收的桑葚。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